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。本期视频内容均基于真实资料整理，力求客观呈现。视频画面未使用AI生成，仅封面由 Canva 制作。我们始终希望通过内容传递温暖与正能量，陪伴大家感受更积极的生活。赵丽颖楚乔传9年后翻红，播放量暴涨300%，堪称收视奇迹。谁能想到，一部诞生于9年前的老剧，竟在2026年4月再次掀起收视狂潮。楚乔传的单日播放量环比暴涨300%，一举冲进腾讯、爱奇艺热播榜前3，热度远超当下的新剧，成为内娱界公认的逆生长奇迹。这次翻红的导火索，直指续作《冰湖重生》，新版全员换角，剧情大幅修改，把原作中是弩指歌的硬湖内核改成了恋爱脑路线，豆瓣评分仅 4.8， 差评率超过60%。观众看得越多，气氛越深，于是纷纷回流原版，用播放量狠狠投票，表达自己的态度。赵丽颖、李沁、王彦霖3位主演的集体发声，更是点燃了观众的情怀。赵丽颖工作室配文时光往复，不负信仰；李沁用一句圆唇顶着，王彦霖则调侃语文怀复活卡，瞬间唤醒全网回忆。这种默契的操作，被解读为对续作的一种无声抗议，也让老粉丝集体沸腾。楚乔传的经典地位，从来不是偶然。赵丽颖拒绝替身，亲自完成沙漠拖行的实拍。窦骁身披60斤铠甲挑战9幽台。李沁在黑化戏中层次感拉满。那句我要带你们回家的呐喊，至今仍被视为古偶剧的巅峰之作。累计播放量已破459亿，9年来无人能超越。经典从不设保质期，流量终会被时间筛选。楚乔传的再次翻红，是观众对匠心创作的致敬，更是对敷衍之作的有力回击。这场历时9年的收视逆袭，再次证明，好作品无论时间多久，都能穿越时光，赢得人心。在这个内容更新速度快到让人几乎来不及眨眼的时代，一部9年前的古装剧，居然还能以一种近乎逆生长的姿态强势回归，这本身就已经足够传奇。而当这部作品是楚乔传，当那个在风沙中倔强站立、眼神坚定的女子再次被无数观众点开重温时，我们才真正意识到，有些角色是会在时间里越发清晰的。赵丽颖之于楚乔，从来不是简单的出演，而是一种近乎融入骨血的塑造。很多人后来再看这部剧，会有一个非常直观的感受，她不是在演楚乔，而是在成为楚乔。那种从无极少女一步步挣扎向上的力量感，那种在绝境中依然选择相信与守护的执念，被她处理得异常真实。你能看到她的疲惫、愤怒、挣扎，但更能看到一种不被击垮的韧劲，这恰恰是这个角色最动人的灵魂。这次翻红，其实表面上看是被冰湖重生反向带动，但本质上是观众情感的一次集体回流。当新版用轻飘飘的情感线替代了原本沉重而有力量的主题时，观众下意识地会去寻找那个曾经真正打动自己的版本。而当他们再次点开楚乔传，才发现原来那种热血与信念从未过时。尤其是那些经典桥段，在今天看来依然具有冲击力。沙漠拖行那场戏，很多观众早就知道幕后细节，没有替身，全程实拍。风沙是真的，疼痛也是真的。正因为如此，当楚乔咬牙坚持，一步一步向前爬的时候，那种生命力才会穿透屏幕。那不是好看，而是让人不由自主屏住呼吸的真实。再比如那句我要带你们回家，很多人当年听到时热血沸腾，如今再听，却多了一层复杂的情绪。它不仅仅是一句台词，更像是一种承诺，一种信仰。也正因为有这样的瞬间，这部剧才会在时间的筛选下依然稳稳站住。而这次几位主演的隔空呼应，其实更像是一种默契的回望。没有正面回应，没有情绪宣泄，只是轻轻一句话，
一个梗，就足以让观众瞬间回到当年追剧的夜晚。这种分寸感反而让人更有共鸣，因为大家心里都明白，那不是营销，而是一种对角色、对作品的珍视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楚乔传的再次爆火，其实是在提醒整个行业一件很简单却常被忽视的事：观众从来不傻。他们或许会被新鲜感吸引，但真正留下来的一定是那些用心打磨的作品。流量可以制造热度，但只有诚意才能沉淀记忆。而赵丽颖的特别之处也正在这里，她不是靠某一个标签站稳的演员，而是一次次用角色去证明自己的选择。当很多人还在讨论古偶是否过时时，她早就用楚乔这样一个角色给出了答案：题材不会过时，敷衍才会。9年时间，说长不长，说短也不短，足够让一批观众从学生走入职场，也足够让一部剧从爆款变成经典。而当楚乔传再次被点亮，我们看到的不只是播放量的上涨，更是一种情感的回归。或许这就是所谓的奇迹真正的意义，不是数据有多惊人，而是当时间过去之后，依然有人愿意为你停下脚步，再看一遍那个曾经让自己热泪盈眶的故事。9年了，楚乔传主演集体回归，赵丽颖、李沁、王彦霖这波回忆杀看哭了。谁能想到2026年的春天，竟然因为一部9年前的剧狠狠触动了泪腺。4月10日左右，赵丽颖、李沁、王彦霖3位主演突然集体下场。赵丽颖工作室发布了一条微博，配上了她穿着楚乔战袍的旧照，写着时光往复，不负信仰。李沁则晒出了自己亲手写的圆唇公主的台词，感慨纯粹从未褪色。而王彦霖则更绝，直接发了一个土味表情包，调侃说宇文怀又来搞事情啦。瞬间，网友们被拉回了那个热血沸腾的夏天。没有4X， 也没有任何炒作，3位主演通过最温柔的方式展开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团建。楚乔传全员下场的词条迅速登上热搜第一，评论区里满是 DNA 动了我的青春回来了这样的尖叫声。要知道，这部2017年播出的剧集到底有多强大，400多亿的播放量至今稳坐国产剧的天花板，它还成为了首个出海的女性题材剧集。赵丽颖为了演好楚乔，曾在40摄氏度的沙漠中拖着几十斤重的铁链拍动作戏，连导演都曾劝她别太拼。李沁则在圆唇公主黑化的那场戏里，没有一句台词，全靠眼神的转换，从天真到破碎，完美呈现了角色的内心变化，彻底封神。而王彦霖则因为宇文怀这个角色的反派设定，甚至在街上走路时被大妈追着骂，但他依然成功的将这个反派演绎的既让人恨又让人爱，成了观众心中那种又爱又恨的白月光反派。回过头来看，这些演员并非仅仅是在拍戏，他们是在用真心将角色的灵魂注入其中，赋予了角色深度与生命力。当然，也有人说这次的回忆杀是情怀消费，但看看这些主演们的态度吧。赵丽颖强调她对是奴止歌这一初心的坚持，李沁则怀念着自己与角色一同成长的轨迹，而王彦霖用幽默的方式化解了自己反派的标签。他们并没有在炒冷饭，而是在守护一份共同的记忆。正如网友所说，不是我们离不开楚乔传，而是楚乔传里的那些精神、坚韧、热血，永不放弃，一直陪着我们一起成长。如今再看楚乔那句我要带你们回家，依旧让人鸡皮疙瘩掉衣的。这种跨越9年的共鸣，才是真正的经典力量。其实，这波全员下场背后，还藏着一个小小的彩蛋。最近，有平台传出了翻拍楚乔传的消息，引发了广泛的讨论，而网友们却一致表示抵制。原因很简单，别毁经典了，原版演员的眼神里有光，而现在的翻拍全是套路。或许正是这种对粗制滥造的强烈反感，让大家更加珍惜赵丽颖他们的售后情怀。毕竟，不是每一部剧都能让观众记住9年，
更不是每一位演员都能在9年之后还愿意通过自己的角色和观众说一声好久不见。这大概就是好作品的魔力吧，它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褪色，反而会在岁月中酿成美酒，越品越香。9年，说长不长，说短却足以让一代观众从青涩走向成熟。但当楚乔传的名字再次被提起，当赵丽颖、李沁、王彦霖在同一时间用各自的方式回到角色，那一刻，时间仿佛真的倒流了。作为一个长期关注国产剧发展的观众，我必须说，这并不是一次简单的回忆杀，而更像是一场极具分量的情感回响。尤其是赵丽颖，她的出现总带着一种奇妙的稳定感，就像你知道，只要她站在那里，那个角色就不会塌。她晒出的那张楚乔战袍旧照，看似平静，却暗藏锋芒。时光往复，不负信仰这8个字，轻描淡写，却精准击中楚乔传的灵魂。很多人喜欢把这部剧的成功归结为剧情、数据或者市场环境，但如果认真回看，你会发现，真正让它立住的是人物，是信念，而赵丽颖恰恰是那个把信念演成血肉的人。楚乔这个角色从来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大女主，她不是天生强大，而是在压迫中一点点挣扎出来的光。赵丽颖的表演妙就妙在，她没有刻意去演强，而是把那种被现实逼到极限后的倔强一点点渗透出来。你会记得她在沙地里拖着铁链的狼狈，也会记得她眼神里那股死都不认输的狠劲。那不是表演技巧的炫耀，而是一种极其朴素却有力量的真实。很多年过去，我们在看这类角色，其实不缺更精致的版本，但却很难再看到像楚乔这样有粗励志感的生命力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当新版翻拍的消息传出时，观众的第一反应不是期待，而是本能的抗拒；不是大家排斥新演员，而是那种眼神里的光太难复制了。李沁的圆唇是另一种极致，从纯真到崩塌，她几乎是用沉默完成了一场情绪爆炸。而王彦霖的宇文怀则证明了一个道理：真正成功的反派，从来不是脸谱化的坏，而是让你恨得牙痒，却又忍不住记住他。3个人3种路径，却共同构成了这部剧最扎实的情感底盘。但说到底，这一轮热度回潮，最打动人的还是态度。没有营销号铺天盖地的引导，没有刻意制造的话题冲突，他们只是很自然地以角色的名义说了一句好久不见。这种克制在今天的娱乐环境里反而显得格外珍贵。尤其是赵丽颖，她这些年的选择一直在做减法，减少曝光，减少噱头，把更多的力气留给角色本身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当她再次以楚乔的身份出现时，观众是愿意买单的。有网友说，这是不是情怀消费？我倒觉得不完全是。真正的情怀不是反复利用旧记忆，而是当某个瞬间出现时，你依然能被打动。就像那句我要带你们回家，9年前听是热血，9年后再听，却多了一层现实的重量。那是一种经历过生活之后才更能理解的执念。这也是楚乔传最特别的地方，它的价值不只是当年的爆款数据，而是它在时间里的延迟发酵。它陪着一批观众成长，也在不同阶段被赋予新的意义。而赵丽颖恰恰是这个过程里最重要的连接点。她没有试图把楚乔变成一个符号，而是让这个角色一直保持着人的温度。所以哪怕9年过去，当他再次提起信仰2个字时，你依然会相信那不是台词，而是他真正理解过，甚至内化过的一种东西。说到底，一部剧能被记住，靠的从来不是热搜，而是被需要。楚乔传之所以还能一次次被唤醒，是因为它提供了一种很稀缺的情绪，在困境中依然选择向前。而赵丽颖的厉害之处在于，她让这种情绪有了具体的脸，有了可以被记住的眼神。9年之后再回头看，
这已经不只是一次简单的回归，更像是一种提醒，原来真正的经典从来不需要被证明，它只需要在合适的时刻被再次想起。而当那个瞬间到来，你会发现有些光真的不会熄灭。9年后，赵丽颖为楚乔证明。赵丽颖工作室发布了一组9年前楚乔传拍摄时期的采访截图，并配文时光往复，不负信仰，楚心如故。这组旧采访迅速引爆全网，话题热度飙升。而这次发布的时机恰好与楚乔传的官方续集《冰湖重生》开播撞在一起，使得这次看似寻常的怀旧被赋予了捍卫原版角色精神的深层意味。在9年前的采访中，赵丽颖对楚乔的理解之深刻，至今看来依旧掷地有声。她明确表示，楚乔的核心信仰是自由与平等，是仕奴止歌的宏大理想，而非局限于小情小爱。她曾力排众议，拒绝将楚乔塑造成甜美可爱的套路化形象，坚持保留角色作为奴隶时的粗粝感和坚韧生命力。她直言，女人也可以成为英雄，让女生去崇拜。这番言论在当时显得尤为超前，如今重温，更凸显了其对女性角色独立价值的清醒认知。这份对角色的深刻理解，也贯穿于赵丽颖的拍摄史中。为了贴近角色，她主动瘦身，涂黑皮肤，在内蒙古沙漠40度的高温下，亲身上阵拍摄高难度的拖行和打戏，全身被砂石刮伤也拒绝使用替身。她认为，楚乔身上的伤痕是角色的勋章，必须真实。他甚至熬夜撰写人物小传，与导演据理力争，只为保住信仰高于爱情的故事主线。正是这份极致的投入与坚守，才让楚乔这个角色拥有了穿越时间的力量，成为无数观众心中不可替代的经典。然而，楚乔传的故事在当年并未讲完，原著的宏大格局只呈现了一半。楚乔的成长线在冰湖一役后戛然而止，这成了赵丽颖和无数剧迷心中长久的遗憾。他曾坦言，楚乔最震撼的成长在原著第3部，如今角色只剩半截人生。此次续集《冰湖重生》开播，虽打着正统续作的旗号，却因更换主演、弱化仕奴止歌的信仰内核，转而侧重情感纠葛而备受争议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赵丽颖工作室重提旧日采访，无疑是一次无声的宣言。她不是为了蹭热度，而是为了正本清源，提醒所有人楚乔真正的灵魂所在。这不仅是演员对经典角色的致敬与守护，更是一场关于创作初心的隔空对话。它告诉我们，一个角色之所以能成为经典，不仅在于故事的精彩，更在于演员与角色之间那份血脉相连的信仰。楚乔的传奇或许在冰湖暂停，但他所代表的坚韧、独立与对自由的向往，早已通过赵丽颖的演绎，成为了一个永恒的精神符号。9年之后，当观众以为一切早已尘埃落定，楚乔传却以一种近乎情感回潮的方式，再次被推上时代的浪尖。而这一次，让人真正破防的，不是剧情本身，而是赵丽颖用一组尘封多年的旧采访，重新点燃了属于楚乔的灵魂火焰。说实话，看到时光往复，不负信仰，楚心如故这12个字的时候，很多人第一反应并不是营销，而是心里突然被什么击中了一下。那是一种很久没出现过的感觉，像是某个曾经陪你熬夜追剧，陪你掉眼泪，甚至影响过你价值观的角色，忽然又站在你面前，说我一直都在。双引号。而楚乔传之所以能在9年后依旧有这样的力量，说到底离不开赵丽颖当年那种近乎固执的坚持。很多人喜欢用演得好来形容一个演员，但放在赵丽颖身上，这4个字显然太轻了。她不是在演楚乔，她更像是在替这个角色争一口气。9年前的采访里，她反复强调楚乔的核心从来不是爱情，而是自由与平等，是仕奴止歌这种听起来甚至有点理想主义的宏大信念。放在当年，这种表达其实是有点逆流的。古偶剧的主流叙事是什么？
是甜，是宠，是爱情至上。但他偏偏不愿意让楚乔变成那种讨喜却空洞的模板角色。他要的是粗粝感，是从泥土里挣扎出来的生命力，是一个真正从底层走出来，带着伤痕却依然抬头的人。更难得的是，他不是嘴上说说。内蒙古沙漠40度高温拍摄，拖行戏、打戏亲自上阵，被砂石磨破皮也坚持不用替身，这些细节现在看，已经不只是敬业2个字可以概括的了。那是一种非常明确的选择，我要让这个角色成立，哪怕代价是身体上的疼痛和消耗，甚至连难看他都接受。刻意晒黑、消瘦、去掉精致感，这些对于一个女演员来说，本质上是在对抗行业的某种潜规则。但她明白，如果楚乔还是白净漂亮，随时能谈恋爱的样子，那这个人物的信仰根本立不住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当我们今天再回看《楚乔传》，会发现一个很微妙的点，它或许在叙事上有遗憾，在制作上有时代局限，但楚乔这个人是完整的，是有重量的。这也是为什么当《冰湖重生》上线之后，观众的情绪会出现如此强烈的反弹。不是说新作品一定不好，而是当一个角色已经被赋予了清晰而坚定的精神内核之后，如果续作选择削弱这种内核，转而强化情感纠葛，那种错位感就会变得非常明显。观众会本能的抗拒，因为他们记忆中的楚乔从来不是围绕爱情打转的人。于是，在这样的时间节点上，赵丽颖工作室发布采访，就显得意味深长。她没有一句直接的评价，没有任何情绪化的指责，但却比很多公开回应更有力量。因为她只是把当年的楚乔摆出来，让大家自己去对比，去判断什么才是这个角色真正的灵魂。这种表达其实是很高级的，它既是对角色的守护，也是对观众的一种尊重。他相信观众记得，也相信观众能分辨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件事让我们重新意识到，一个经典角色的诞生从来不是偶然。它需要剧本，需要时代，也需要一个真正相信角色的演员。而赵丽颖的可贵之处就在于，她不是把角色当成一份工作，而是当成一种要负责到底的存在。哪怕9年过去，他依然愿意为楚乔说话。哪怕故事没有拍完，他也没有放弃对这个人物完整性的执念。他曾说，楚乔最震撼的成长在后半段，而观众看到的只是半个人生。这句话其实带着一点遗憾，但更多的是不甘。也正是这种不甘，让楚乔没有被时间带走。我们会喜欢一个角色，往往是因为他身上有某种我们向往却未必能做到的东西。楚乔的魅力从来不在于他赢了多少仗，而在于他始终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。自由、平等，不向命运低头。这些词听起来很大，但在赵丽颖的演绎里，它们变得具体、真实，甚至有点疼。所以当9年后的今天，我们再次听到他谈起楚乔，会突然明白一件事，有些角色之所以能成为经典，不是因为他被反复提起，而是因为他从未真正离开。楚乔的故事也许停在了冰湖，但楚乔这个人早就走出了剧情本身，成为一代观众心里那个可以相信的存在。而赵丽颖正是那个把他带到我们面前，并且一直没有放手的人。冰湖重生魔改砸锅，赵丽颖、李沁带动楚乔传翻红。2026年4月，楚乔传原班主演赵丽颖、李沁、王彦霖等集体以角色名义互动发声，带动这部9年前的现象级剧集再度翻红。其导火索是续作《冰湖重生》开播引发争议，观众通过对比掀起怀旧浪潮。4月10日，赵丽颖发布楚乔战损剧照，配文时光往复，不负信仰，并引用9年前采访，强调楚乔追求自由平等的内核，被解读为对续作弱化角色精神的回应。李沁引用剧中袁纯台词“你不出现的日子里全靠傅一笑袁纯顶着”，
唤起角色的悲情记忆。王彦霖制作宇文怀复活卡玩梗，呼应观众求反派整顿新版的呼声。他翻出当年因演反派被亲妈拒之门外的旧梗，单日话题阅读量破亿。古装新剧《冰湖重生》原本是楚乔传续集，因为全员换角、剧情魔改，惨遭狠批，开局甚至没有广告敢投进去。黄洋钿田接替赵丽颖饰演的楚乔，被批幼态为何宝宝将军。楚乔从独立女将军降级为恋爱脑人设，袁纯黑化动机从原版权力压迫的悲剧简化为楚乔挑唆，争议巨大。服化道塑料感虫，九幽台名场面复刻失真，很多网友炮轰该剧一塌糊涂。冰湖重生开播5天后，楚乔传单日播放量暴涨300%，腾讯视频热度飙至14400加，反超续作登顶热播榜。网友调侃，续作带火老剧的反向播剧实属罕见。如果要用一句话形容这波旧剧翻红，那大概就是观众的记忆不会说谎，真正打动人心的角色也从不会被时间埋没。2026年的这个春天，本该属于所谓续作奇迹的冰湖重生，却意外成了一面镜子，把9年前的楚乔传重新照得熠熠生辉。而在这场关于角色与精神的对照之中，最让人感慨的依然是赵丽颖当年塑造的楚乔。很多人这几天重刷楚乔传，或许一开始只是出于情怀，但看着看着就会发现，那并不是简单的怀旧滤镜。楚乔这个角色，从最初的卑微女奴，到一步步挣脱枷锁，站上命运的高处，她的成长不是被爱情推动的，而是被信念牵引的。那句我要带你们回家，至今听来仍然让人心头一紧。这种力量并不喧哗，却足够坚定。而赵丽颖的厉害之处，恰恰就在于她没有把楚乔演成强，而是演出了活。她的眼神里有野性，也有隐忍，有不服输的倔强，也有对命运的清醒认知。她不是天生的英雄，而是在一次次被压迫、被选择中，逼自己成为英雄。这种层层递进的真实感，是很多观众在今天回看时依然会被击中的原因。反观冰湖重生所引发的争议，其实并不只是换角这么简单，更深层的问题在于，他似乎误解了楚乔这个人物最核心的东西，那种对自由与平等的执念。一旦这个内核被削弱，角色就只剩下外壳，再精致的服化道也填不回灵魂。于是观众看到的，不再是那个可以为信念赴死的女将军，而是一个被情感牵着走的符号。这种落差自然让人难以接受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当赵丽颖发布那句时光往复，不负信仰的时候，很多人会觉得，这不仅是一句文案，更像是一种温柔却坚定的回应。她没有直接评价什么，却用9年前的表达，再一次提醒大家，楚乔从来不是一个可以被随意改写的角色。这其实也解释了为什么这一次反向带火会来得如此猛烈。数据显示，楚乔传的播放量在短时间内暴涨，热度甚至反超新剧。这背后不是简单的流量博弈，而是一种观众情绪的集体回流。当他们在新作品中找不到熟悉的精神，就会主动回到曾经被打动的地方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李沁和王彦霖的角色式回应，也让这场回忆显得更加完整。袁纯的悲剧，宇文怀的狠辣，在当年或许只是剧情的一部分，但在今天再被提起，却像是拼图一样，把那个时代的冠剧记忆一点点拼回来了。尤其是那些带着一点玩笑意味的互动，反而让人更能感受到一种久违的真诚。说到底，一部作品能不能被记住，从来不取决于它的制作规模有多大，而在于它有没有留下人。而楚乔之所以能在9年后依然被反复提起，正是因为它不仅存在于剧情里，更存在于观众的情感经验中。所以当我们在看这场风波，与其说是新旧作品的对抗，不如说是一场关于角色尊重的讨论。观众不是不能接受改变，但前提是你要理解你在改变的是什么。
而赵丽颖用当年的表演，已经给出了一个很高的标准，一个真正立得住的角色，不需要依赖时间去证明，她本身就会在时间里发光。或许这就是为什么9年过去了，当熟悉的画面再次出现，我们依然会不自觉地停下来，再看一眼，再想一想。那不是简单的回忆杀，而是一种被认真对待过的角色，给观众留下的长久回声。冰湖重生楚乔传，大家如何看？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